各位好，歡迎來到美股坐標系。一家公司發布了有史以來最好的季度財報，收入創紀錄，利潤創紀錄，雲業務增速將近翻倍，然後股價盤後暴跌10%。這不是什麼反常現象，這是2026年的 AI 板塊正在發生的常態。甲骨文6月10號盤後公布的4季度財報數字看起來非常漂亮，總營收192億美元，同比增長21%。雲基礎設施業務增長93%，幾乎翻了一番。全年營收674億美元，創歷史新高。而且公司的剩餘履約義務，就是手頭還沒有轉化成收入的合同總額，從上季度的5530億美元暴漲到了6380億美元，一個季度淨增850億美元。數字這麼好，股價為什麼跌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得先把甲骨文的這次財報放進一個更大的背景裡來看。過去近2周時間裡，整個美股科技和芯片板塊正在經歷一場集體退潮。英偉達市值已經從高點跌破5萬億美元，博通一夜之間蒸發15%，AMD 單日暴跌將近11%。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問題，而是整個 AI 敘事在遭遇一場嚴肅的追問。這次砸盤從博通開始。時間回到6月3號，博通公布2季度財報，本季度 AI 芯片收入同比增長143%，數字看起來驚人，但投資者要的不是有多好，而是好到什麼程度。問題出在指引上，下一季度 AI 芯片銷售額預計160億美元，比市場預期的172億美元低了將近8%。更重要的是，博通沒有上調全年 AI 芯片銷售指引，維持在超過1000億美元不變。對於一隻漲了1年多，估值已經充分定價、高增長的股票，沒有上調等於失望。股價當天砸了13%，然後這個情緒像漣漪一樣向外擴散，整個芯片板塊跟着補跌 ，AMD 跌超10%，英特爾跌超11%，費城半導體指數單日最大跌幅接近6%。6月4號，納斯達克整體跌了超過4%。同日，中東局勢緊張和通脹數據的雙重壓力助推了拋售。英偉達呢？它其實在最初那波砸盤裡相對扛住了，因為市場清楚，博通跟英偉達的邏輯不完全一樣。博通主要做的是定制 AI 芯片，而英偉達是通用 GPU， 不是同一條賽道的直接競爭。但大勢一旦走壞，英偉達也架不住。到甲骨文財報前，英偉達市值已經從 5.5 萬億的高點跌破了5萬億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甲骨文站上了6月10號的聚光燈。甲骨文到底交了一張什麼成績單呢？4季度，甲骨文雲基礎設施，也就是 IaaS 租服務器和算力這塊收入58億美元，同比增長93%。就是說，一年內這塊業務幾乎翻了一番。如果把雲應用也加進來，4季度總雲收入是99億美元，整體增長47%。這個速度是真實的客戶在真實地用雲資源，不是賬面上的合同數字。全年雲收入340億美元，增長39%。這裡的雲收入是雲基礎設施加上雲應用2塊合計，其中雲基礎設施收入181億美元，同比增長77%，是增速更快的那塊。全年總營收674億美元，增長17%，非 GAAP 每股收益2.11美元，超出市場預期。然後是那個讓所有人眼睛發亮的數字，剩余履約義務，也就是 RPO， 季度末達到6380億美元，其中有750億美元是客戶預付或者客戶自己買來 GPU 交給甲骨文運營的硬件資產。這說明這些合同並不是紙面上的承諾，客戶真的在往裡投錢。公司同時確認了2027財年900億美元的營收目標，並且把非 GAAP 每股收益指引上調到了8.05美元，同比增長約18%。那為什麼還要跌10%？第一，預期太高，現實只是及格。市場在財報前已經把甲骨文的 RPO 目標設到了6000億美元，樂觀情緒偏高的投資者甚至猜到7000億以上。最終6380億高於6000億的門檻，但沒有超出預期到讓人驚叫的程度。一個好的結果，如果沒有超出一個更好的預期，就會被當成失望處理。這是目前 AI 板塊所有高估值股票共同面臨的困境。市場已經把2-3年後的好消息定價進去了，每一季只能靠不斷超預期來維持股價，而超預期的難度是指數級遞增的。
第二，自由現金流是負的，而且負得很厲害。2026財年，甲骨文全年資本支出指引約500億美元，相比去年同期的120億出頭，幾乎翻了4倍。公司全年通過債務和股權融資合計籌了約480億美元，2027財年還計劃再融約400億美元，自由現金流已經是負237億美元。你可以把這理解成一家小鋪子，為了接更多單子，借了一大堆錢買機器、蓋廠房，手裡的現金流短期內為負，但是訂單已經簽好了，定金也到了，這是一種賭注，不是問題本身。但在市场情緒偏謹慎的時候，這種高槓桿的資本結構讓人不安。第三， OpenAI 佔比過高的客戶集中風險。甲骨文6380億美元的 RPO 裡，據報道有超過3000億美元跟 OpenAI 相關。OpenAI 目前仍然是一家燒錢的私人公司，它自己的商業化能不能按計劃跑起來，直接影響到它的雲算力採購節奏。把未來的收入押注在一個客戶身上，天花板清晰，風險也清晰。第四，整個市場在賣出 AI 相關標的，這不是甲骨文一家的問題。在博通引發的連鎖反應之後，市場的情緒是 AI 投入很大，變現路徑是否足夠清晰？甲骨文成了這種情緒的發洩口之一。多空兩面怎麼看？我覺得支撐甲骨文的邏輯，雲基礎設施93%的增速是真實訂單轉化出來的，不是會計調整來的。RPO 從5530億暴漲到6380億，意味着 AI 算力需求還在加速，不是放緩。更重要的是，750億美元的預付款和客戶自帶硬件，說明客戶在用真金白銀投票，不是嘴上說說。公司還在不斷拿到新的大型 AI 合同，需求端目前沒有明顯的轉弱跡象。再說風險，第一個風險，這6380億美元的合同要轉化成真實收入需要時間。數據中心從簽合同到建設完成，再到穩定運營，動輒2-3年。承諾的收入不等於進了口袋的錢。第二個風險 ，OpenAI 的過度集中。如果 OpenAI 自己的融資出現任何波折，或者採購節奏放緩，甲骨文的 RPO 數字就會受到衝擊。第三個風險，債務。非流動性長期債務已經超過1250億美元，公司還在計劃2027年再融400億。在利率依然偏高的環境下，高槓桿結構對公司的靈活性是一種約束。第四個風險，競爭。亞馬遜、微軟、谷歌都在拼命擴大雲算力，超大型客戶在分散供應商是常規操作。甲骨文現在是受益者，但市場份額不會永遠鎖定。這次回調說明了什麼？博通沒有上調指引，甲骨文財報超預期照樣跌，這兩件事放在一起，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。目前 AI 板塊的高估值是建立在不斷超預期的前提上的，一旦超預期的幅度稍微小於預期，市場就會用腳投票。這不是 AI 泡沫破裂的信號， AI 基礎設施的需求仍在繼續，訂單繼續暴增，增速是一直在提速。但這是預期泡沫的一次局部出清，市場曾經把2-3年後的好消息提前全部定價，現在再用比較痛苦的方式把這個定價往下調整。英偉達從 5.5 萬億跌破5萬億，不是因為有人懷疑它的 GPU 賣不出去，而是因為1個月前任何利好都是漲，現在市場開始挑剔你的增速夠不夠快，你有沒有比上次更好。這種挑剔本身是健康的。我個人覺得目前市場對 AI 的期望過於高了，需要時间消化。這2天我準備抄底。那對普通投資者這波回調怎麼看？如果你在高點重倉 AI 板塊，現在應該認真想一個問題：你當初買入的邏輯是否依然有效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波動本身不是風險，是噪聲。如果你還沒有倉位，但有興趣參與 AI 這條長期邏輯，那集體回調提供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入場窗口，但仍然要做好還會再跌一段的心理準備，因為情緒的出清往往不是一步到位的。甲骨文這張成績單從基本面角度來說是真實的，增長是真實的，訂單是真實的，但短期內市场定價的不只是基本面，還有市場上還有多少人可以繼續買單。在熱點退潮的時候，2件事可以同時為真，公司可以很好，股票也可以繼續下跌。這就是美股的邏輯，不講公不公平，只講誰在定價，誰在交易。好，這期就到這裡。
我們下期見。